我的每日早餐吃一只鸡蛋，究竟会不会导致心脏病？会不会搞到血管堵塞？会不会令胆固醇超标？好多朋友听到专家讲，鸡蛋里面有大量胆固醇，吃得多会中风，尤其是一些老人家，每次吃蛋都要将蛋黄挖走，只吃蛋白。今天这样做真的是对的吗？今日我要还鸡蛋一个清白。首先我要提一下，鸡蛋到底有多大的营养价值？讲起鸡蛋，大家第一时间一定会想起蛋白质。没错，鸡蛋里面有非常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结构同我们人体需要的非常吻合，我们的肠胃好容易就可以将它完全吸收和利用。这些蛋白质是用来修补我们身体细胞、增长肌肉、维持免疫力的重要原材料。不过除了蛋白质，鸡蛋其实还是一个营养宝库，它里面还有丰富的叶黄素、铁质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这些微量元素全部都是我们身体每日运作不可或缺的关键燃料。大家之所以怕吃鸡蛋，原因全在胆固醇身上。一只普通大小的鸡蛋大约有200毫克的胆固醇，好多人一听到200毫克这个数字就吓得不敢吃了，觉得这些胆固醇会全部冲进我们的血管里面，堵住血管，引发心脏病和中风。但事实的真相绝对会令你大跌眼镜。我们身体里面的胆固醇大约有80%是由肝脏自己制造出来的，只有2%左右才是从食物中吸收的。而且人体有一个好聪明的自我调节机制，如果你这一餐吃了比较多胆固醇，肝脏就会自动制造少一点，所以吃适量的胆固醇对人体不但无害，反而有益。胆固醇其实是制造荷尔蒙和细胞膜的重要材料，没有它，我们连生命都无法维持。在2018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李立明教授团队在国际知名的英国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好震撼的研究。这项研究追踪了超过50万人，追踪了长达大约9年，结果发现每日吃一只鸡蛋不但没有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反而同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18% 有关，而因为出血性中风而死亡的风险更大幅降低了 28%。 大家听清楚，是降低风险，不是增加风险。如果这个研究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研究。在2016年，另一本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也发表了一项综合分析研究。这个研究总结了多项大型数据，结果同样表明，每日最多吃一只鸡蛋是不会增加患上冠心病的风险的。所以综合2项权威且大型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适量进食鸡蛋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更不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家以后去茶餐厅吃早餐，或者在家里吃蛋的时候，真的不用再提心吊胆，每日一只水煮蛋反而是帮你身体补充最需要的营养素。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松了口气，不过鸡蛋的好处还远不止保护心脑血管这么简单。适量吃鸡蛋还有3个你未必知道的神奇功效。第一，它对我们的脑部有极大的好处。东芬兰大学曾经在临床营养学杂志发表过一项研究，发现在吃早餐的时候吃鸡蛋有助于改善大脑功能，甚至可以预防脑退化症。研究人员发现，早上有吃鸡蛋习惯的人群，他们在记忆测试中的成绩普遍都比较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患上脑退化症的比例远远低于不吃鸡蛋的人。研究人员解释，因为鸡蛋里面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维他命，还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大家可以将抗氧化剂想象成防锈油。我们大脑每日运转会产生好多废物和自由基，就好像铁器会生锈一样，鸡蛋里面的营养就可以帮大脑涂上一层防锈油，改善大脑功能。所以想保持脑筋灵活，打麻将转数快，反攻不容易出错，适量吃鸡蛋绝对是一个好帮手。第二个好处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视力。大家平时上班对着电脑10几个钟，放工搭车又对着手机，回到家里看电视，双眼真是停不下来。鸡蛋黄里面有2种非常关键的抗氧化物质，分别叫做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2种物质就好像天然的太阳眼镜，可以帮我们双眼抵挡有害的蓝光，保护视网膜的黄斑区。所以早餐吃一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打工仔或者经常看电视的朋友来说，绝对是有好大益处的。千万不要再将蛋黄扔掉了，所有护眼的精华全部都在蛋黄里面。第3个好处，相信好多人都想不到，适量吃鸡蛋竟然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一项发表在营养素杂志的研究发现，每星期吃5只或以上鸡蛋的人，他们患上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分别显著降低了 28% 和 32%。 这个数字真的令人惊讶。原来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帮我们稳定餐后血糖，令血糖不会像过山车那样大起大跌，从而减轻胰脏的负担。讲完鸡蛋这么多好处，
但是在吃的时候有3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如果没留意到，分分钟会弄巧成拙。第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控制食量。我刚才说吃1-2只是没有问题，但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好多人的饮食习惯都出现了问题。你想想，如果你中午去吃烤肉，夜晚又去吃火锅，成天都是大鱼大肉、高油高盐高脂肪饮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疯狂吃鸡蛋，将鸡蛋同其他高胆固醇食物觅食，这样真的有可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鸡蛋的食用量。对于成年人来讲，每星期吃3至6只鸡蛋是可以显著改善代谢指标的。不过，如果你本身已经有高血脂或者高胆固醇，那就要特别留神了。高脂血症的朋友，每日摄取胆固醇的上限是300毫克，而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每日上限更加要严格控制到200毫克以下，一只鸡蛋大约就有200毫克胆固醇。如果你本身血脂高，为了避免超标，你每日最多只可以吃1只鸡蛋，不能再多了。同时，你要尽量避免吃动物内脏，例如猪脑、牛杂，还有动物的脑部，这些全部都是胆固醇炸弹。如果本身胆固醇高，烹饪方法也要留意，尽量吃蒸水蛋或者水煮蛋，这些清淡的做法，用水煮或者蒸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鸡蛋的营养，又不会额外增加油脂，这样才能真正控制好血脂。总之，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同饮食习惯都不同，大家最好根据自己情况，或者问一下家庭医生，估量一下自己每日吃多少只鸡蛋才算最稳妥。第二个注意事项就是要识得搭配。好多人朝早成为只吃1只水煮蛋就算数，觉得这样叫做健康，其实这样是不够的。想营养更加均衡，吃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搭配其他食物，例如你可以配搭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或者粟米、番薯这类粗粮。因为鸡蛋虽然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它不含碳水化合物，也不够膳食纤维，你加入蔬菜和生果就可以补充维他命和纤维，令整个早餐的营养图谱变得非常完整，这对于维持身体健康、预防慢性疾病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3个注意事项，千万不要吃未煮熟的鸡蛋。未熟的鸡蛋里面好容易会有一种叫做沙门氏菌的细菌，如果你的肠胃本身不是特别强壮，吃了半生熟的鸡蛋，很大机会会出现严重的肚痛、呕吐甚至发烧，分分钟要入院吊盐水。为了身体健康着想，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将鸡蛋彻底煮熟才好吃落肚，特别是老人家、小朋友和孕妇，绝对要同半生熟鸡蛋讲再见。好了，搞清楚鸡蛋的问题之后，我想同你讲一下早餐的问题。大家通常都是早上吃鸡蛋的，其实吃早餐这个行为本身同我们的寿命是有好大关系的。2021年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目的就是想看一下有规律进食早餐同总体死亡率以及心血管死亡率有没有关联。这个研究有5700多个参与者，其中大约80%几个人是有规律吃早餐习惯的。研究结果出来，真的震惊了，好多不吃早餐的人，结果显示同那些经常不吃早餐或者随便吃几口的人相比，有规律吃早餐的人，他们的总体死亡率风险大幅降低，风险比只有 0.69， 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风险比更加是低到只有 0.45。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规律进食早餐可以大大减低你因为心脏病发作或者脑出血而死亡的几率。研究还发现一个好重要的彩蛋，就是那些吃早餐的人里面，如果确定每日可以摄取超过25克的膳食纤维，他们的死亡率可以进一步再降低 21%。 这个发现真的非常关键，这说明早餐不但要吃，重要的是吃什么。一份高纤维的早餐是通往长寿的调节器。为什么吃早餐这么神奇呢？其实道理好简单，规律进食早餐可以帮我们稳定一整个早上的血糖水平。你试想一下，你睡了一整晚没吃东西，如果你早上不再补充能量，你的血糖就会好低。当压力荷尔蒙和饥饿感一起来，你就会报复式的疯狂吃高糖高脂的东西，那样血糖就会飙升，长期下去身体怎么可能好？而一份有营养的早餐可以提供持久的能量，令你的精神状态好很多，也会引导你在午餐和晚餐吃得更健康，减少不必要的热量摄入。而且早餐是我们吸收膳食纤维、维他命和矿物质的黄金时机，错过了全日就好难补回来。既然吃早餐这么重要，要吃高纤维才可以长寿，说到底我们早上应该吃点什么食物才好呢？根据这个理念，我为大家精心挑选了5种营养极高、有助健康长寿的早餐选择。第一种强烈推荐的早餐是燕麦片，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麦皮。大家还记得刚才讲到每日摄取25克纤维可以降低死亡率吗？麦皮就是一个超级全谷物代表，
它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特别是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的物质。大家可以将这种物质想象成一块神奇海绵，当它进入你的肠道之后就会膨胀，然后将肠道里面多余的胆固醇和坏脂肪吸走，再排出体外。大量研究已经证实，经常吃麦皮可以有效降低人体胆固醇水平，控制餐后血糖，并且可以大幅减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这个是预防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的绝佳武器。不过大家买的时候要小心，一定要买原片大燕麦，千万不要买那种加了大量糖和奶精的即冲3合1麦片，那种反而对身体不好。另外一个好选择就是其他全谷物食品，例如全麦面包、糙米、石谷米或者藜麦。这些未经精细加工的谷物保留着最完整的谷皮、谷壳和胚芽，里面有极其丰富的复合碳水化合物，还有非常多的微量元素，它们可以为你提供平稳而持久的能量，不会令你吃完早餐之后血糖飙升，整个人觉得昏昏沉沉。相比起白面包、白粥这类精致淀粉，全谷物绝对是健康好多倍的选择。第三种必食的食物是新鲜水果，例如苹果、香蕉、橙、奇异果等等。早上吃水果可以帮身体补充大量的维他命 C 和膳食纤维，这些纤维可以改善肠道微生态，为你的肠道益生菌提供食物。肠道健康了，免疫力自然会好。另外，我们特别推荐一种生果，就是浆果类，例如蓝莓、草莓、红莓、桑葚这类细小的生果。这些浆果被誉为抗氧化之王，它们里面有非常丰富的花青素和类胡萝卜素。就像刚才讲到的抗氧化防锈油，这些花青素可以帮你清除体内的自由基，保护细胞免受损害，延缓衰老。可以讲，经常吃新鲜又色彩鲜艳的水果和浆果是不少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第四种可以加入早餐的食物是坚果和种子，例如杏仁、核桃、南瓜子、葵花籽。好多人怕肥不敢吃坚果，其实坚果里面的脂肪大部分都是对心脏非常好的不饱和脂肪酸，适量进食，大约每日吃一小把，也就是10几克左右，不但不会致肥，还可以帮你补充优质脂肪和脑部需要的营养，令你整日都充满活力。最后一种，第五种，早上可以有一杯清茶或者花茶，无论是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里面都有好丰富的茶多酚。茶多酚同样是一种极佳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清理血管里面的垃圾，保护心血管系统。而且早上喝杯热茶可以令人的情绪放松，唤醒肠胃，对于开启忙碌的一日有非常正面的帮助。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明天开始将早餐改为1碗原片麦皮，加上半只新鲜香蕉，撒一小把蓝莓和核桃，再配一只水煮蛋，最后喝杯热绿茶，这个组合是不是很完美？它包含了优质蛋白质、水溶性纤维、丰富的抗氧化剂、维他命和健康脂肪。如果你每日早上都坚持这样吃，你的血管会越来越干净，精神会越来越好，各种慢性疾病都会离你越来越远。希望今日分享的这些健康知识可以真正帮到大家解开内心的疑虑，不用再对着鸡蛋提心吊胆。祝大家身体健康，每日都充满活力。我们下条影片再见。